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叫赵明，今年36岁，在一家橡胶轮胎生产公司做了6、7年的工艺技术员。你要问我是不是职场牛人，我会说不是。说心里话，我就是一个默默无闻、埋头苦干的技术男。我不善交际，没背景，话不多，平常走在车间，连领导都懒得多看我一眼。但论技术是硬的。7年前刚进公司，那时候我是新人，天天被人使唤，干最累的活，拿最低的绩效，没人叫我，我就自己学。白天干活，晚上啃图纸、读设备手册，常在车间里熬到深夜。别人说我傻，我不在意，我信一条：苦练技术，靠真本事吃饭，总会有出头之日。起初没人看得起我，后来一切都在慢慢改变。一次，4车间的混练流程出问题，连续几天返工，领导急得团团转，设备部也查不出原因。我自告奋勇，熬了2个通宵，把整个生产工艺从头梳理，最终发现是温控传感器老化，导致橡胶硫化出了一点差错，影响了胶料成型。换了传感器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从那之后，车间主任们开始信我，哪个车间出了技术难题，就喊小诸葛来看看。是的，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小诸葛。他们嘴上调侃，但心里对我很佩服，甚至很多主任和我开玩笑：赵明，要是你当上了工艺部头，我们这帮人可就省心了。我听了也笑，却从没往心里去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公司，像我这样的没背景、不会拍马屁、不善巴结领导的人，想出头难。我试过争取，每次提干，业绩摆在那儿，我满以为这次能行，结果每次都落空，一次次失望，让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你再努力也敌不过他们的裙带关系和小圈子。关键一点，上头领导妒忌心强，恨不得我自己辞工走人，这样就不会威胁到他。不过我不服输，我告诉自己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这几年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老婆失业了，我刚买房，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，看着一家人省吃俭用，过年了老婆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，这让我心里不是滋味。2025年开年，我暗下决心，今年提干，我必须要去争。可还没等我行动，到了3月，公司传来风声，说要裁员，不是普通裁，而是大刀阔斧、断臂求生的那种。橡胶行业本就日子难过，外头一片卷，公司订单骤减，听说上头已决定砍掉20%的人。起初我不太在意，毕竟这些年车间的事我没少操心，设备、模具、工艺，每一环我都是专家级别。遇到棘手问题，主任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我一直觉得，哪怕裁，也轮不到我头上。但气氛一天比一天诡异，人事部开始频繁约谈，产线管理也不吱声了。往常主任们还喊我喝茶聊技术，现在也沉默了。直到那天，人事部的总监给我打电话，语气平淡：赵明，有空来趟办公室聊聊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一种不好的预感直冲脑门。人事部的走廊异常安静，我推门进去，看到总监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后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，桌上放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。我一瞬间明白了，脑袋嗡嗡作响，耳朵像被水堵住一般，什么声音都听不清。赵明，公司评估你的岗位属于冗余，结合整体优化安排，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。他一字一句
像念行书。我张了张嘴，想替自己说些好话，可能是紧张，我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。他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刘公建议的，说你独断，不服管理，不利于团队管理。”总监说的刘公是我的直接上级刘主任，看来他还是不打算放过我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跌落到了冰点。走在车间，我浑身发冷，身子软绵绵的，走路都没力气。周围的人在干活，喧嚣声此起彼伏，而我像个被遗弃的人，孤零零地站在世界之外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电脑、资料、工具，一件一件放进箱子，手却止不住颤抖。赵哥，你干嘛呢？一个年轻技术员惊讶地问。我艰难挤出笑，我被优化了。什么？他几乎叫出声。你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收拾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这几年，多少个日夜，我一个人守在设备旁调参数，多少次别人下班，我熬到凌晨才回家，多少个难题是我一刀一笔啃下来的。可如今，裁员名单里竟然有我，老婆还在家等我，房贷下月就扣，第3个娃的奶粉钱还没着落。这一刀割得我心都碎了，委屈、愤怒、压抑像洪水一样冲上胸口。我死死咬着牙，心里有1000个不服气。这时，老张主任路过，看到我手里的箱子，脸色大变。赵明，你这是？你不是被裁了吧？我点头，喉咙像堵了块石头，说不出话。他猛地攥紧拳头，狠狠骂了一句：“狗屁玩意儿！你等着，我找人说理去。”我拦住他：“算了，主任，这世道不讲理。赵明，你别认，你不是认命的人。”老张瞪着我，眼里泛着血丝。我心里一震，却还是苦笑：“认命？我不认。但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6个车间全靠我硬撑。可在我领导刘主任眼里，我就是不听话的刺头，随便一句影响团队就能让我滚蛋。我低着头，拎起箱子，走出车间。背后有人小声骂，有人叹息，更多人沉默不语。我走得很慢，因为每走一步都像在告别这些年用命换来的努力、汗水和自尊。谁说金子总会发光？埋在泥里的金子发不了光，只会烂掉。那一刻，我真的不服气，憋得心都快炸了。6个车间的事都找我，问题我来扛，结果我说了算过一句吗？我扛6个部门的活，却连留在公司的资格都没有。压抑在胸腔翻滚，像堵着一块火石，随时都会炸开。这时候，我手机响了，是老张。赵明，马上回来，大老板找你。我浑身一震，心跳失了节奏。大老板，他找我干嘛？你别管，立刻上顶楼。我愣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。这一通电话像把火石彻底点燃，压抑许久的愤怒、委屈、倔强，终于要找个出口了。董事长办公室在5楼，一般只有高层领导才有资格来这里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是开心还是紧张，心一直砰砰跳个不停。上了5楼，我来到董事长办公室，大老板老周坐在办公桌后，面无表情。他的桌上摊着一份裁员名单。他开门见山：“你就是赵明？”“是。”“你的岗位是工艺技术员。”大老板问完后，面露疑惑望着我，继续问道。我点点头。听说你小子本事不小，你管了几个部门？大老板接着问道。我本想说我只是个普通员工，哪里有资格管几个部门，可想着这些年我一直谨慎行事，结果还是被裁了，想起这些就恼火。既然被裁了，
有啥可怕的？于是我大声说道：“6个部门。”大老板皱眉。我抬头，目光坚定。我虽然不是管理层，也没有权利，但是6个车间部门，他们有公益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，针对每个问题，我都拿出了解决方案。所以说我管着6个部门也不为过。说完，我有些后悔，怕自己冲撞了大老板，毕竟大老板人脉广，说不定以后我还会和大老板有交集。但心里那股火憋太久了，不吐不快。屋子陷入沉默，气压低得吓人。忽然，门被推开，6个主任气势汹汹闯进来，齐刷刷站成一排。老张率先开口：“董事长，我们反对蔡兆明，如果他走了，车间工艺出了问题，没人敢接手。兆明是我们产线的核心，要裁，先把我们6个一起裁了。”大老板脸色阴沉，盯着他们：“你们真的要替一个车间普通的工艺员出头？不是出头，是我们一心替公司着想。公司的关键人才可不能流失。”老张咬牙：“我们知道这是谁背后搞鬼，但不能害了公司。”我震惊地看着他们，喉咙发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大老板沉默良久，缓缓抬头：“行，叫刘工上来。”很快，我的上级刘工被叫了过来。他见到这阵仗，脸都白了。他本以为我早被处理，哪想到反被叫来对峙。大老板指着他，语气冷得刺骨：“兆明虽然职位不高，只是小小的工艺员，却是公司不可缺的技术骨干。如今6个车间主任都要保他，你却他配合度不够，没有团队凝聚力。我看你是不想继续干下去了。”刘工嘴角哆嗦，想说什么，被大老板一声怒吼打断：“你嫉贤妒能，为了保住你主任位置，你打压公司技术骨干，还敢乱动裁员名单，你太自私了。”大老板转头看我，语气一变：“兆明，从今天起，你接手工艺部，任部门负责人，全权主导工艺改革。”我猛地一震，眼眶泛红，嘴唇微颤：“我能行吗？你能不能行？他们6个最清楚。”大老板冷声道：“刘工，立刻停止检查！”刘工瘫软在地，6个主任齐声高喊：“兆明，干得漂亮！”升任后，我带队推动车间全线升级，进了一批新设备、新模具，彻底革新了老旧流程。半年内，公司效益提升了20%。我领着技术员们拿到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年终奖。当然，我没有贪功，大老板亲自颁奖，拍着我肩膀说：“兆明，好样的！你不光是小诸葛，还是公司的定海神针。”那天我回到家，老婆抱着我笑着哭：“老天终于睁眼了。现在我明白，职场没有沉默的金子，只有敢争的硬骨头。人要会忍，但不能一味忍。忍是为后机，争是为爆发。别怕别人嫉妒你，怕就怕你怕。你不亮出真本事，他们就会踩着你往上爬。这次我终于站到了他们头顶。”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因刮蹭老总的车被开除，我心一横，有了妙计。3年后，老总亲自找上门。6月的午后，烈日高照，车窗外的柏油路反着光，有些晃眼。我降低了行驶速度，一边打着方向盘，一边心想：等这个项目结项，我就可以升职了。我叫李浩，25岁，是昊天科技公司技术部的骨干。入职3年，我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，付出就会有回报。公司评选技术骨干时，我信心满满，
因为开会时我偷听到领导私下议论，李浩这个小伙子年轻有拼劲，还谦虚，前途无量啊。那一刻我特别开心，因为一旦评选技术骨干，升职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谁能想到一场小小的刮蹭能让我从天堂跌到了地狱。那天我加班到晚上9点，昏黄的路灯下，我的那辆二手高尔夫孤零零地停在角落。车子虽然旧了些，但我挺喜欢它的，因为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。车刚发动，手机响了，是同事小王打来的。李哥，听说你升职的事定了，部门经理亲口夸你呢。我笑了笑，压低声音说：别瞎说，还8字没一撇呢，小心被刘天那个小子听到。怕他干嘛？他那点伎俩谁不知道？靠拍马屁上位的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嘲讽笑声，我没再说话。对刘天这个人，我向来警惕。他和我同一届入职，但仗着家里有点关系，总喜欢踩我抬自己。这几年，他没少在背后搞小动作，让我吃了些苦头。我叹了口气，把车倒出车位。就在这时，吱，一个不大的刮蹭声，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一脚踩下刹车，下车一看，昏暗灯光下，细长的划痕格外刺眼。我愣了几秒，然后呼出一口气。奔驰 S 级，车牌尾号888，没错，正是老总刘建国的车。一时间，我脑袋嗡的一声空白。要知道，刘总平时极少开它来公司，只有遇到重要客户时才开出来，因为这车是身份、气场的象征。我连忙下车，好在刮痕不深，只是擦掉了一点漆，再喷点漆，也就是几百块的事。可问题是，被刮的是刘建国的车。我正准备拍照，打电话报保险，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哟，这不是李工吗？技术不错啊，连老总的车都不放过。我一回头，看见刘天双手插兜，嘴角尽是笑意。看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我恨不得给他一巴掌。不过我忍住了。你别瞎起哄，我会处理的。处理？哈哈，你以为这是修电脑啊？这车可是老总的宝贝。他四下看了看，压低声音道：要不我帮你去说说情，当然你得表示表示。我皱眉，滚！刘天笑得更大声了，你小子脾气挺大啊。行，那你就等着吧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就走了。他一走，我心里顿时就有种不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照常到公司。会议室里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。我刚坐下，刘天就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，我又眼皮跳个不停。看来今天会有不好的事发生。果不其然，会议还没开完，行政部的人就过来找我。李浩，刘总让你去一趟。我站起来，双脚有些发沉。走进刘建国办公室时，他正盯着电脑，脸色阴沉。他是那种不怒自威的人，40出头，非常精明，而且很强势。李浩，你昨天晚上在停车场干了什么？他开门见山。我硬着头皮解释：刘总，我不小心刮到了您的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他冷笑一声，掀开桌上一叠照片，全是刮痕的特写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想了事。我张了张嘴想解释，可他根本不给我机会。我听说你平时工作态度也有问题，对领导不够尊重，团队合作意识差。我一怔，谁说的？他冷哼一声，不用管谁说的，反正从现在起，你不用参与新项目了，回去反省吧。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刘天的搞的鬼。那混蛋竟然趁机在刘总面前抹黑我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工位上坐了很久，良久，我才叹息一声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能屈能伸，方能成大事，别生气，忍着。第二天，人事部的电话终于来了：李浩，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。我问：理由呢？管理层决定，3年的辛苦付之东流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的天，我安慰自己，或许这一刻才是我真正的起点。不过，我仍旧是不甘心。3年努力，我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做到主程，从最底层的工位熬到项目负责人，靠的是无数个夜晚加班到凌晨，靠咖啡和泡面硬撑着。我以为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，没想到现实太残酷了。人事部的小李人挺好，他低声说：李浩，其实你挺不错的，只是有些事我们决定不了，我相信你能行。我苦笑，说了一声谢谢，走到电梯口，我看到刘天正和几个人在聊天，见我出来，他扬起眉，一脸得意：哟，这么快就办完了？听说老总挺生气的。我没理他，他伸手拦住我：哎呀，别这么急着走嘛，要不然我请你喝杯酒，庆祝你解放了。我抬眼看着他，那一刻我无比愤怒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刘天，你等着，我迟早会翻身的。他愣了愣，随后嗤笑道：翻身？你以为你在演电视剧啊？我没再多说一句话，推开他，走出了大楼。外面天色阴沉，我坐在车里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脑海里不断回荡着那句：你被开除了，3年的努力换来一纸解除劳动关系，荒唐吗？可我却笑不出来。车子停在路边，我就那样坐着，从白天坐到晚上，周围的灯一盏盏亮起，我透过车窗看着一群群下班的同事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从我身边走过。说句心里话，被炒鱿鱼的滋味很不好受。我很羡慕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想到这些，我愈发郁闷。于是我点了一根烟，从来没觉得烟这么呛，那苦味一直呛到喉咙。我心想：刘建国，你记住了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亲自请我回去。回到出租屋，屋子不到20平，桌上还堆着上次加班带回的文件。我拿起那份未完成的设计方案，眼前一阵恍惚。这套系统的核心算法是我大半年的心血，如果那项目顺利落地，公司利润至少能翻1倍。可现在，我成了被扫地出门的人。我盯着电脑发了很久的呆，直到屏幕自动熄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笑了，笑自己太天真，也笑命运太荒诞。几天后，我去人才市场递了几份简历，却被拒得体无完肤。你为什么离职？上一家公司怎么评价你？那一串串的问题让我几乎窒息。我知道这是昊天科技那边搞的鬼，他们不想我去同行公司入职。其实我也能够理解，因为我掌握了公司不少核心机密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沉思良久，既然没人给我机会，那我就自己创造。我开始重新写代码，整理自己设计过的算法，优化底层结构。我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系统。凌晨了，我还在努力。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，但我知道，忍不是屈服，忍是蓄力。几周后，我的系统雏形终于出来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：星空。因为星星看似渺小，却能照亮夜空。我想，也许我现在就是那颗最不起眼的星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所有人抬头能看见我。白天，我去跑市场，
因为没有名气，也没有运营团队，我被客户拒绝了。年轻人，你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？自己做的？没听说过。我知道他们拒绝，是不相信我。一个被公司开除的年轻人，没有团队，能做出什么好产品？可我不放弃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系统升级改进上。3个月下来，我瘦了8斤。终于，系统成功升级，从一个简单的家居控制平台，变成了可以整合照明、安全、语音控制的智能核心模块。转机出现在第4个月。那天，我去参加一个智能家居展览，我带着一台笔记本和一个样机，厚着脸皮挤到一个地产开发商的展区前。您好，我想给您展示一个系统。那位经理本来不想理我，可我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我们的系统功能很全面，可以让房子学习业主的习惯。他挑了挑眉，学习习惯，怎么个说法？我立刻打开电脑，展示数据模型。比如，你每天6点下班，系统会自动识别您的行为模式，提前开启空调和照明。当您出门时，它会自动关闭电源、锁门。夜里起身上厕所，走廊灯会自动亮起20%的亮度，不刺眼。经理沉默几秒，伸手摸了摸样机。这系统是你自己写的？我点头。他笑了笑，不错，小伙子，有点意思，留个联系方式。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是我3个月来收到的第1张名片。1周后，他打来电话，李浩，我们公司准备试用你的系统，先签一套样板房。那天，我激动得整夜没睡，我终于有了第1个客户。不久后，我租了一个小办公室，挂上星控科技的牌子。我不再只是一个被开除的员工，而是有了自己的工作室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遇见了他。那天，行业协会组织了一场技术交流会，我本没打算去，但主办方临时给了我一个初创代表的名额。会议开始时，我坐在后排，台上1个穿白衬衫的女孩正在发言，声音温柔清晰，语调里透着自信。我抬起头，第一次认真地看她。她长得不算惊艳，气质不凡，眸光很纯净。她讲完后，主动走到我面前，微笑着伸手：“你好，我叫刘婉，公司产品顾问。听说你做的那个星控系统很特别，我想了解一下。”他笑的时候，眼角有浅浅的梨涡，那笑意不像社交客套，而是真的有兴趣。我们聊了很久，从算法聊到交互，从技术聊到理想，我们聊得很开心。那天分别时，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。我盯着那张名片，心跳莫名有些点快。我不知道那一刻的邂逅会彻底改变我的命运。那天之后，我和刘婉的联系多了起来，除了聊工作上的事，也会聊个人兴趣。每次和他聊天，我都感觉自己格外放松，我很享受这种感觉。不久后，项目成功验收，我开心得像个小孩子。当天晚上，刘婉约我去喝咖啡，他拿出一份市场分析表，眼神认真。李浩，你的系统很有创意，但如果想更进一步，需要销售渠道。我点头，我懂，可我现在资源太少。他微微一笑，资源可以想办法整合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有些诧异，帮我？当然。他低头搅拌咖啡，你帮我实现产品理念，我帮你拓展销售渠道，这算合作吧？我愣了几秒，然后笑着举起杯子，合作愉快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，在一起讨论分析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咖啡厅里讨论到半夜，他拖着下巴看着我：“李浩，
你好像和别人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你有和年龄不相符的沉稳。我愣了愣，忍不住笑。那你呢？你也挺不一样。他眨了眨眼睛。我就是个喜欢折腾的女孩。那一刻，灯光很暖，我忽然有点分不清，是咖啡太苦，还是心跳太快。不久后，星控迎来了第二次机会。1个月后，我们的系统被一家房地产集团采用。那天，他激动地拉着我跑去河边庆祝。李浩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相信你能行。我看着他，轻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他笑了，忽然靠近，踮起脚，轻轻在我脸颊上印了一下。这算奖励。我怔住，他转身跑远，背影被夜色吞没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乱了。几天后，他约我去家里吃饭。他笑着说：“我爸回国了，正好介绍你认识。”我没多想，毕竟我们早已不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。那天我精心挑了一瓶红酒，还买了花。到了他家门口，我按下门铃，心里有点紧张。门开了，一个中年男人从客厅走出，他穿着休闲衬衫。当我看清他的脸时，整个人都僵在原地。那一刻，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。刘建国，昊天科技的老总，那个亲手把我赶出公司的人，而他竟然是刘婉的父亲。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刘婉笑盈盈地介绍：“爸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李浩。”刘建国的笑容瞬间僵住，他盯着我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“是你？”良久，他才缓过神。我强装镇定，微微点头。“刘总，好久不见。”刘婉疑惑地看了看我们：“你们认识？”刘建国没回答，只冷冷地道：“吃饭吧。”气氛尴尬至极。刘婉还在开心地说着：“爸，李浩的系统很厉害，已经得到大客户的认可。下个月我们打算扩大团队呢。”刘建国只是淡淡嗯了一声，连筷子都没怎么动。吃完饭，他借口想聊两句，让我去了书房。他关上门，声音骤然变冷：“李浩，我不管你现在混得怎么样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离我女儿远点。”我看着他，沉默几秒，语气平静：“刘总，我和婉婉是真心的。”“真心？”他冷笑一声：“你是想报复我吧？先刮我车，现在想泡我女儿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您多想了。”刘建国眼神阴沉：“我最后说一遍，离他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迎上他的目光，淡淡道：“那就走着瞧。”我推门走出书房时，刘婉正端着水果走来。他看到我脸色不对，皱了皱眉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笑了笑，摇头：“没事，你爸只是对我有点不满意。”他怔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歉意：“他性子急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我点点头，却没说话。那顿饭后，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总感觉会有不好的事发生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我接到一个客户电话，原本那是一个已经谈好的项目，突然被告知：“抱歉，公司高层决定更换合作方。”我问原因，客户支支吾吾，最后只丢下一句：“上面意思我很清楚。”上面是谁？昊天科技，刘建国。显然他在暗中出手，想逼我退。那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，新客户被挖走，旧客户观望不前，投资人迟迟不敢打款。晚上，刘婉来找我，他轻轻敲门，手里提着一袋外卖。“你又没吃饭吧？”我抬头看见他那双担忧的眼睛，喉咙哽了一下。“还好。”他把饭放下，坐在我旁边，看着屏幕上一堆红色报错。“是不是遇到麻烦事了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回答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搭在我手背上。“李浩，你放心，
我会一如既往支持你。听到他这句话，我放下心来，表示自己不会放弃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，李浩，我是刘建国。我微微一愣，语气冷淡，刘总，有事？听说你最近的项目不太顺，托您的福。我淡淡道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刘建国低声说，我可以让你重新回昊天，条件是离开我女儿。我笑了，刘总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您的施舍。他冷哼一声，年轻人，不要太自信，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跟我斗？我没有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第二天，公司收到举报邮件，说我们涉嫌侵犯昊天科技的知识产权。我看着那封举报信，笑了。果然，他动真格的了。我立刻召回所有技术文档，一一核对，整个系统是我独立重写的，不存在任何侵权。不过，他关系网很强大，只要他放风，投资人就会犹豫。很快，项目资金被冻结。那一刻，我几乎又回到了3年前的那天，陷入了绝望中。那晚，刘婉来了，她一进门就哭了。李浩，我爸不然我们来往。我抬头看他，不知道如何作答。我心里自然很想和他继续下去，但是感情的事勉强不了。突然，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，我爱你。不管他同不同意，我怔住了。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，打湿了我的手背。那一刻，我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用力抱住他，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他摇头，不，我不怕。那晚，他一直靠在我怀里。几天后，他突然说要去出差，我没多想，只是叮嘱他注意安全。不久后，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：李浩，我怀孕了。我盯着那行字，愣神了2分钟。我拨通电话，他的声音有点颤。我本来想当面告诉你，可我怕你乱了阵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婉婉，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李浩，不行，我爸已经知道了。他在气头上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电话那头传来刘建国怒吼的声音，把手机给我。然后通话中断。我整夜没睡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去找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刘家别墅，门口的保安把我拦下。刘总吩咐过，不让你进去。我死死盯着那扇门，声音沙哑，告诉他，我只想见刘婉一面。没多久，大门开了，刘建国站在门口，神情冷峻，语气比冰还冷。李浩，你还真敢来？我必须来。我压低声音，婉婉怀孕了，她需要我。刘建国盯着我，咬紧牙关。李浩，你这是自找死路，滚，越远越好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声音低沉，不论你信不信，我对婉儿是真心的。他气坏了，狠狠把门一关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冷笑。3年前他开除我，我忍了。3年后，他动手打压我，我也忍了。但这一次，我怎么也不能忍，因为我和刘婉儿是真心的，更何况他肚里还有我的孩子。为了取得刘建国信任，我开始查昊天科技的项目动向。很快，我发现一个漏洞，他们最近拿下了一个智慧园区项目，项目不小，却进展缓慢。我通过几个业内朋友得知，项目主系统存在算法瓶颈，性能不达标，客户已经发出警告信。我心中一动，那算法的问题，我曾在昊天提出过改进方案，不过当时被刘建国否决了。此后，他们一直沿用旧架构，也就是说，昊天遇到的难题，我有解决方案。第二天，我约见了那家园区项目的负责人周总，他起初很客气，但听到我名字时，微微一愣。李浩，你就是当年那个被辞退的技术员？我点头，
听说贵司的系统不太稳定，如果愿意，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个解决方案。周总沉吟片刻，李总，你这是抢昊天的生意？我笑了笑，李总多虑了，我只是帮客户解决问题。他看着我，思索良久，终于点头。那你试试吧，我只要结果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几乎没合眼，重新建模、测试、系统优化。第8天凌晨，系统终于稳定运行，性能比原来提升了3倍。我给周总发了一条信息，几小时后他回电，声音激动：李总，方案通过了，董事会决定终止和昊天的合作，改和你合作。我笑了，那种畅快是压抑太久的释放。谢谢信任。第2天，昊天科技炸了锅，智慧园区项目终止，股价应声下跌。媒体开始追踪报道，刘建国被逼得焦头烂额。与此同时，我公司声名鹊起，各大企业主动来谈合作，投资人纷纷找上门，风水终于轮流转了。我本以为刘建国会继续死撑，没想到3天后他上门了。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会，前台突然打电话上来说：李总，有位刘建国先生要见您。会议室瞬间安静，几个同事面面相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淡淡说：请他进来。刘建国走进来的那一刻，整间办公室都安静了。他穿着灰色西装，神情憔悴，眼神复杂。我站起来，微微一笑：刘总，好久不见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声音低沉：李浩，这次我来求你帮个忙。刘总，您客气了，请坐。他坐下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：昊天的系统现在一团糟，客户催得紧。我知道你手上有解决方案，能不能帮我？我靠在椅背上，语气平静：帮您还是帮昊天？他愣了一下，苦笑：都一样吧。李浩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那几百号员工也得吃饭。我看着他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刘总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有个条件。他抬起头：你说。第一，昊天不再压制我们星控的项目。第二，不管未来怎样，请你不要再干涉我和刘婉。刘建国怔了片刻，脸色复杂，沉默许久，他终于点头：好。我伸出手：那就合作愉快。他看着我的手，迟疑片刻，也伸出了手。2只手相握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释然。合作很顺利，我带领团队连夜修复系统，项目顺利上线。刘建国在发布会上公开感谢我，当着媒体的面，他说：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坚持与胸怀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掌声响起，我站在台下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发布会结束后，刘婉悄悄走到后台，她穿着浅色连衣裙，眼神温柔。我爸他是不是来找过你？我笑了笑，他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他轻轻松了口气，随即拉起我的手：李浩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放弃我。我看着他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笑着说：我答应过，会保护你们的。他眼里闪着泪光，忽然踮起脚，轻轻吻了我一下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挣扎，都在那一刻化成平静。后来，星控与昊天合作的不错，刘建国退居幕后，把更多事务交给了刘婉，而我爱情和事业双丰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